大家有没有遇到過这種情況哈？電商，你做跨境電商呢，訂單是有了，錢也收到了，但真正在自己做賬的時候，不是到賬慢，中間被各種手續費費率差，銀行中轉費呢吃掉一部分，明明利潤不高，結果收款、換匯、付款、對賬每一步都在消耗你的時間和利潤。那尤其是做獨立站哈，做 Shopify 啊、TikTok 商店啊、亞馬遜啊，或者說海外呢有供應商、海外員工啊、自由職業者合作的時候呢，錢從客服那邊進來，那再付給供應商、團隊、廣告平台啊，中間一亂呢，那麼財務就很容易變成一鍋粥。所以今天這期視頻呢，那麼我就用大白話呢帶大家來了解一個跨境賣家圈子裡面經常被提到的工具哈，它的名字叫 Airwatch。那它呢也有一個洋氣的中文名呢，叫做空中雲匯。那麼它到底是什麼哈？適合哪些跨境賣家？和傳統銀行電匯有什麼區別？費用貴不貴？怎麼註冊？後台功能怎麼用？值不值得把現在的收款方切換過去？這期視頻呢，我會盡量不講複雜的術語哈，而是按照真實買家的一些使用場景，帶大家從定位、優勢、費用、註冊流程、後台功能再到優缺點呢，完整的給大家講一遍。看完以後呢，你不只是聽說過空中雲匯哈，而是能知道它到底能不能解決你的問題，以及你該不該去試一下你該不該去試用。首先呢，我們先来了解它的一個定位哈，把它的定位說清楚。我們可以讓 GPT 直接去幫我們搜索哈，它會進行一個全面的搜索，給我們來解釋。空中雲匯哈，它不是傳統的銀行它不是給個人日常消費用的，而它更偏向是跨境電商、外貿公司出海企業、海外廣告投放團隊這類企業使用的。簡單的說呢，它就是專門給跨境生意使用的一個資金管理系統。那麼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企業賬戶哈，但它不只是收錢那麼簡單哈。通過這個賬戶呢，你可以在同一個平台裡面呢，完成多幣種的收款、換匯、付款。那麼你還可以呢，開企業卡管理預算、處理報銷，還可以對接一些常見的電商平台比如說 Shopify 又比如說 WooCommerce， 以及一些常見的支付功能以及一些常见的支付和財務工具比如說 PayPal Visa 呀。那空中雲匯呢，它2015年成立於2015年。那最早是在歐洲發展起來的它现在它的总部是在新加坡。那麼它服務的企業用戶呢，已經覆蓋了很多國家和地區。支持的幣種也比較多对於跨境賣家來說呢，最核心的價值就是讓全球的收款、換匯、付款和財務管理呢變得更快、更清晰、更容易控制成本。那麼它會節約很多的時間可以快速的開設全球本地收款賬戶，免去線下繁瑣的流程在線開戶可以直接以當地的原幣種收付款。滿足客戶的支付幣種的一個偏好省去不必要的換匯費用。所以一句話呢，為什麼這麼多跨境賣家呢會關注它那麼一句話就是它省心省時又省錢。那麼傳統的跨境收付款經常会遇到一個問題，就是錢從客戶那裡到你的賬戶呢，中間可能要經過幣種的轉換，多家機構中轉，每過一個環節呢，時間都會拖慢一點，那麼費用就會被吃掉一點，到賬慢，手續費高它的費率呢不透明，最後算下來本來就不高的利潤呢又被扣掉一塊。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的一些電匯比如說 SWIFT 的這種電匯它的到賬時間有的是2到5個工作日它中間就会出現一個費用。那這種SWIFT 呢，它的這個付款時間呢，通常是要2到5個工作日了才能到達目的地。那麼空中雲匯最大的價值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第一呢，就是本地收款，它可以讓你用客戶更習慣的幣種來收款，不一定要馬上強制換匯比如說你有美元、歐元、英鎊、港元、澳元等不同幣種的收入，都可以先收進來。不管一句話不管你是什麼幣种，你都可以先收进来。收进来之後呢，你可以把它放在多币种的这個錢包裡面
等你覺得換匯的時間合適了費率你覺得還不錯，合適的時候呢，就可以去換匯。第二個就是它的換匯呢更透明它的換匯呢會參考銀行間的匯率在這個基礎上呢加一定的費用，你可以自己決定什麼時候換多少，而不是每一筆錢進來之後呢都系統自動的按照你不清楚的費率呢去換掉這裡系統不會自動的去換你自己呢想什麼時候換就什麼時候換。第三，付款和企業卡是一體化的，你可以輕鬆的向全球的供應商和員工付款免除不必要的費用和繁琐的流程。比如說你要給供應商打款給海外的員工或者自由職業者付款給团隊報銷，管理廣告費、管理廣告預算，甚至跟員工開虛擬卡，那麼都可以在這一個後台完成。那這樣財務記錄會更清楚付款動作也更快不用每次都在銀行表格邮件之間来回切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企業账戶裡面開了多個本地幣種的一個子賬戶比如說你收到了美元你可以先放美元賬戶裡，收到歐元呢可以先放歐元賬戶裡等費率合適的時候呢再一鍵換匯。我們可以在後台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有一個多幣種錢包這裡面你可以去創建，還有一個全球的一個收款賬戶還有一個換匯的功能，它的操作邏輯是比較直觀的。那很多這種傳統的看到 SWIFT 它的一個付款的時間就是2到5個工作日，而空中雲匯的思路就是通過自建或者合作的本地支付網絡本地的一個支付網絡，盡量減少中間環節，讓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到賬速度更快，並且它的費用也更可控這個對於跨境賣家來說是非常關鍵的。因為很多時候呢供應商不會一直等你你付款慢可能會影響發貨你匯款成本高呢利潤就會被壓縮你對賬不清楚，月底財務就會出現月底的財務就會非常的痛苦。那如果你的團隊是遠程團隊或者說有外包的人員分布在不同國家，那麼空中雲匯的企業卡和虛擬卡功能也很實用。通過這頁面我們可以看到空中雲匯的 Visa 卡那它可以及時的創建多幣種的雲匯的 Visa 卡裡面包含企業卡和員工卡虛擬卡和實體卡。那它可以通過內置的控制功能和統一控制面板呢，實時掌握员工团队距以及公司的支出的一個動向。空中雲匯它的一個雲匯 Visa 卡呢，它可以讓員工直接用多幣種賬戶的餘額進行消費他可以拿到這個卡去買東西它是免費創建的，開卡呢就啟用無論是網購呢還是實體店消費在 Visa 網絡覆蓋範圍呢都可以輕鬆的支付就這個卡它拿起來就很自由，所以這個就不會出現一個付款的一個問題你可以輕鬆的給你的全球員工發員工卡，而且你可以使用多幣種的賬戶餘額去支付也可以省去外幣卡的海外交易費用。那它一個卡，一個是企業卡這下面一個是員工卡。企業卡公司運營費用和團隊的支出軟件訂閱廣告支出這些就可以用這個企業卡它可以減少不必要的一些支出的風險，它可以團隊多成員來共享這個卡片，一站式的去管理企業的一個支出它比較的透明它會讓老闆省心很多。那至於這個員工卡你可以看到它可以用於出差員工福利團隊外出活動員工的一個支出比如說員工他會進行出差這種差旅費付款也很用這個卡也是可以搞定的。還有管控員工的一個支出你可以設定支出的一個限額，提升預算管理的一個效率，避免之後信息的一個滯後你去掌握這個員工的一個支出那每張卡它都有清晰的一個支付記錄這個卡也是非常的實用在開始正式註冊和後台演示之前呢，我們先對比一下空中雲匯和傳統跨境電匯的一個區別。手續費方面剛才講了它中間會出現一些中轉費出款行的費用再加上一個費率差那麼就算你表面上看到的費用不多但最終到賬的和實際成本算下來可能它並不低。還有一個時間上的那麼這種SWIFT 呢這種電話它的付款的一個時間是2到5個工作日呢才能到賬，還有一些情況呢可能會更久
而且銀行一般只在工作日處理哈，他们周末是不處理的。好，空中云匯哈，它有它的一個本地的一個支付網絡和多幣種的賬戶哈，盡量減少跨境資金流轉中的一個中間環節哈。一些國家和地區哈，轉賬可以更快到賬，費率差呢也相對更透明。那如果說你現在正在做跨境電商或者準備做跨境電商，需要解決海外收款、供應商付款、換匯、企業卡對賬這些問題啊，那空中雲匯呢，你就值得了解一下啊。這裡空中雲匯的註冊鏈接哈，我已經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哈，大家可以打開哈，有興趣的夥伴可以來跟我一起看一下。好，接下來呢，我們來看看這個費用的問題哈，也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啊。這裡建議大家呢，那麼你可以打開我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的空中雲匯的註冊鏈接哈，你可以跟着我一起來看一下啊。你可以邊看邊了解。進入官網以後哈，如果說你英文不太好，那麼這個上面呢，你可以直接去這裡去把它切換成，這裡有一個中文啊，這裡主流國家的語言都有哈，你可以看一下。那這兒需要注意一點的是呢，空中雲匯它不同國家和地區呢，它的收費標準不太一樣啊。大家呢以你當前看到的為準。OK， 可以啊，我們可以在這個右上角這裡可以看到啊，這裡有國家，比如說現在我選擇這個美國。那如果說你是美國的主體啊，你就看美國的這個收費，可以看到它這裡有3個計劃，下面還有比較各種特性哈，這下面都有。它不同的套餐哈，它裡面有一些什麼功能哈，這兒你都可以來看一下。那如果說你的公司在中國哈，你就選擇這裡選中國。那麼中國呢，它也是有3個方案，但是中間這個方案呢還沒上線哈，有可能你看到的現在它已經上線了哈，你可以看到下面有相關的一些哈，這個套餐包含了一些什麼內容，這你可以直接看哈。那可以看到。這裡訂閱費呢，它是中國的，它就是以人民幣來定的哈，這個就是每月這個是人民幣24.99。中國的你可以看到它有個免費的哈，它免費的裡面包含哪些？比如說支持單個公司主體開設多個賬戶收取和管理20家的幣種免費批量轉賬至120家的一個國家和地區它裡面包含的項目還很多。這裡你可以看到有些地方它是可以免費，有的地方呢它免費不了。比如說我們這裡先再換一個看一下這兒我換成韓國來看一下，這兒我換一個加拿大來看一下。這裡日元哈，日本的你也可以看一下哈，它裡面的套餐都不一樣。那我們再看一下香港的這個香港的呢，它上面就是以港元為單位哈，你點到哪個國家呢，它的幣種就是以哪裡為單位它同樣也是3個套餐它有中間一個中間這個套餐是499港元後面這個是24.99港元。還有一些地方可能它就沒有免費的。當然以你當前打開的為例它有的地區可能有月費，有的地區開戶費沒有月費，也沒有最低的一個餘額要求它整體的收費邏輯賬戶它本身是比較靈活真正產生費用的地方主要是你實際使用某些功能的時候呢，比如說你要收款、換匯、國際付款、企業卡、團隊成員管理等等這兒大家在看的時候一定要選對國家不同國家它的費用是不一樣的。那就比如說像香港主體開戶呢，它有的些基本功能呢可能是顯示的是零月費，那麼就算你的賬戶裡面放錢也不會平白無故的被收保管費只要你使用某些具體服務的時候它才會產生一些費用，比如說國際付款收單訂閱管理企業卡成員管理等不同的功能呢都會有不同的收款方式所以呢大家现在你看到的一定要以你當前的官網的價格為準。好，這裡介紹就給大家講到這裡了。接下來呢我們再來看一下中國大陸企業開戶需要有哪些材料。這個是中國大陸企業開戶所需的文件。一般來說呢，企業開戶呢需要準備營業執照還有法人的身份證最終收益的一個身份證、股權架構圖還有直播問卷有遊戲問卷、線上平台注冊問卷金融機構注冊問卷投資注冊問卷授權信等這些相關的一些資料具體要求會根据企業類型和地區呢有所變化，所以大家還是以空中雲匯後台的和官網的要求為準。好，了解完定位費用和開戶的資料以後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一個注冊流程。
這兒註冊鏈接哈，空中云會的註冊鏈接我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哈，大家可以直接點擊這個鏈接進入空中云會的官網，相關鏈接哈，大家可以在視頻下方找到啊，你可以直接來註冊。首先註冊呢，我們就點擊右上角這裡有個立即註冊，接下來就是一個註冊的一個準備工作哈，先別着急註冊，下面你需要把這些材料準備好，一次過審，最快1到3個工作日呢就能開通。首先，如果說你是注冊企業賬戶哈，這個是最推薦的，因為它的功能最全。那首先一個呢，你需要有你的一個營業執照。那營業執照的要求是彩色掃描件或者清晰的照片哈，確保視角完整無反光，剩余的有效期最好是大於6個月。第二個呢是法人的身份證哈，身份證正反面或附照的照片同樣要清晰。第三呢是最終受益人的一個信息哈，持股25%及以上的股東需要提供姓名、身份證件、居住地址證明，比如說3個月內的水電賬單或者銀行对賬單。那第四啊，公司官網或者一個店鋪的鏈接啊，這兒就會存在一個問題，你需要搭建一個網站，你要有自己的一個官網啊，或者說呢你自己的一個店鋪啊，網上店鋪啊，或者說跨境電商的一個店鋪啊。那麼有這些呢，是證明你的業務真實運營哈。如果是跨境電商賣家呢，準備好啊，比如說你是亞馬遜也好，你是速賣通啊，或者說啊你是 Shopify 呀，那你就準備好你的店鋪的後台的鏈接啊，或者後台的一個截圖。第三是需要準備郵箱和手機號。那麼同樣這個地址也不能使用哈。POBOX 的啊，或者說一個虛擬的一個郵寄地址哈，必須是真實的物理辦公地址。說到這個地址的話，我們首先你要去申請一個公司哈，或者說你要去開一個美國公司，你可以去找一些注冊代理哈，他會給你一個地址，因為我們人不在美國，那你肯定是沒有一個真實的地址哈那這裡之前小魚前面一期給大家分享過低成本去注冊美國公司啊，這裡相關教程大家可以在視頻的右上角去查看哈，你可以暫停視頻去看，去收藏這個視頻，有必要的情況下來啊，那注冊一個美國公司對我們來說，它是對我們有很大的好處。好，接下來就開始注冊哈。這裡空中云會的它的一個注冊地址呢，我已經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哈，大家可以去打開視頻呢，跟着我一起來看一下。那首先呢，你會來到它的一個首頁哈，可以看到這是空中云會的一個首頁。好，進來之後呢，英文不好的朋友哈，可以像我一樣在你的谷歌瀏覽器呢去安裝一個沉浸式翻譯。當然，這裡語言可以看到啊，在頂上哈，在這個右上角這裡進來之後，我們也可以直接把它改成中文。這兒註冊鏈接哈，大家一定要通過我視頻下方的官網鏈接來進行註冊。進來之後呢，你也可以直接點擊右上角這裡有個立即註冊哈，點擊進來記住這裡有一個登錄頁面和註冊頁面哈，大家別進錯了。如果你沒有賬號的情況下，你是需要註冊的。如果說你之前註冊過了，你可以選擇登錄。好，接下來可以看到這兒這裡勾選一下，這裡輸入你的郵箱地址或者說你的手機號。好，接下來輸入郵箱這下面2個哈，勾選一下，點一個立即註冊。這兒註冊鏈接哈，我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哈，大家可以打開去進行註冊。好，接下來他會問你一些問題哈，你目前你的有多少人？那麼這兒有多少人你就你每個月的話，你的一個流水是多少？那麼是多少你就填多少。好，那麼你最希望空中云會幫你解決什麼問題？好，那這裡你可以去對應的去選一下。好，那你是否對其他解決方案感興趣哈？這些還有其他的需求，那麼你也可以勾選一下，點一個繼續。接下來呢，要創建你的一個空中云會的賬戶。好，這裡需要輸入你的姓名這裡來輸入你的密碼。它這裡有一個密碼的一個要求哈，它長度至少8個字符一個大寫，一個小寫，一個數字或者符號。好，這裡點下一步。好，接下來你的公司的名稱填寫一下。好，你公司的總部在哪裡？這裡選一下。好，你的手機號碼這裡填一下。好，這個呢，客服經理是選填的可以不用，這兒同意一下，就開始創建賬戶。這裡創建賬戶，這裡呢，我們來驗證一下。那這裡必須說明一點哈，你的法定的一個實體名稱必須和你營業執照上面的名稱呢完全一致哈。那英文翻譯也要準確。
那麼呢，你跟着流程哈，還需要填一些注冊號啊、注冊地。那麼登錄以後呢，我們就会進入到这個空中雲會的控制面板啊，它的後台整體是比較簡潔的哈，左邊是功能菜單哈，右邊是對應的功能的內容。對於新手來說呢，上手難度啊不算高。那在首頁呢，你可以看到企業總體財務情況哈，也可以快速創建賬單、提交費用、發起匯款、增加資金。進來之後你看一下哈，這裡有一些信息沒有完善哈，你就點這個查看待辦事項。比如說第一是要激活你的賬戶，第二是要驗證郵箱哈，這裡點一個繼續。好，這是你的一個注冊地點哈，主體的名稱，點這裡，點開始驗證。接下來呢，你看你的情況啊，根據你的情況來選擇方案啊。比如說我現在選的是中國哈，中國目前就有3個方案啊，那有一個方案是即将上線哈。这呢你看到的可能不一定跟我看到的是一樣哈，你按照你当前的價格就可以。好，它上面是人民幣哈。比如說我們可以先從免費的開始哈，這裡點立即開始啊，主體類型這裡啊，個體商戶。你是什麼公司、合夥企業、個體商戶哈？選一下，點一個保存繼續。填完這一項，下面可以看到哈，還有企業主與申請人的信息啊，企業主的名單、申請人的身份啊，個人有效證件哈，把這些全部給他提交。郵箱驗證哈，這裡點擊完成去驗證一下郵箱。好，找到這個郵件，這裡點擊確認，可以看到哈，這裡郵箱已驗證啊。我們再回到後台。好，接下來呢，我們來看幾個比較重要的功能哈。第一個就是支出，支出裡面呢有一個費控哈，這裡可以點進來看一下。這個功能呢主要是用來管理全球範圍內的支出和報銷哈，比如說員工要報銷、團隊要申請預算、廣告投放要控制額度，都可以通過這個模塊來進行。你這裡可以直接去啟用賬戶哈，可以關聯財務的軟件，管理團隊的支出管理員工的開支，讓支出審批和報銷流程呢更加清楚。第二個就是一個賬單，那這個賬單功能呢，可以幫助你在同一平台上自動化處理賬單支付流程比如說你有供應商需要付款，可以把供應商的信息添加進來，包括供應商的名稱、銀行賬戶、付款方式等等。那麼之後呢，你要給供應商付款就不需要每次重新輸入資料，可以直接在這個系統裡面就發起付款，提高對賬效率，也減少手動輸入出錯的一個概率第三呢是一個會計就是一個支出的一個申請如果說你的团隊成员需要購買軟件、訂閱服務支付廣告費可以在後台來提交支出申請。申請你可以填寫用途、金額、時間，還可以上傳附件和照片。提交以後，財務和管理員可以在後台審核，審批通過後呢，再發放預算或者付款可以更快的完成和賬目的一個核對。下一個，這裡有一個新功能一個計費這裡可以點開看一下，它裡面有很多關於客服方面的。還有產品的目錄賬單這些等等這裡有一些計費專門計算一些計費的一些比如說一些產品的一些計費訂閱的一些計費再往下來一個呢，就是一個報告。這個報告裡面你可以按照時間段導出相關財務數據，比如說付款記錄費用記錄賬單記錄對於月底對賬做賬報稅準備來說呢，這個功能會比較有幫助。再下面一個呢，在這個設置裡面有一個用戶管理。如果說你的團隊有多個成員，你可以在後台邀請新的用戶加入可以看到右上角邀請用戶，輸入對方的姓名和郵箱選擇所屬部門或者角色呢，就可以發送邀請。邀請進來之後呢，你就可以在這個下面找到每次找的時候，你可以在這裡去搜索用戶的一個昵稱或者郵件。那你還可以給不同的成員設置不同的權限比如說有的人只能查看，有的人可以提交申請，有的人可以審批，有的人可以付款，這樣可以避免一個人掌握所有的權限降低財務的一個風險。好，接下來一個就是一個多幣種錢包這個就是空中雲會的非常核心的功能之一在這個多幣種錢包裡面呢，你可以創建和管理全球收款用。那麼在多幣種錢包裡呢，你可以創建和管理全球的收款賬戶查看支持的幣種，管理已經創建好的收款賬戶也可以查看交易記錄。如果你有不同國家的和地區的一個客戶
或者不同幣種的收入了，那这个功能就很有用啊！你不需要每一筆錢進來就馬上去換匯啊，你可以先放在對應的幣種賬戶裡，之後根據費率的情況呢，再決定什麼時候去換匯。那下面就有個付款哈，它也就是一個換匯。那在換匯頁面呢，你可以看到不同幣種之間哈，你比如說你要這裡是人民幣1000，那麼你收到就是多少 USDT， 你可以看到不同幣種之間的一個匯率哈。如果你覺得當前匯率合適，就可以進行一鍵換匯。那這裡的核心是主動權在你手裡哈，你可以根據自己的資金安排和匯率的情況決定什麼時候換，而不是被動接受系統自動換匯啊。可以看到它這裡專門有一個換匯的計算器哈，這裡後面你可以輸入一下，你看你能換多少啊？可以查看實時的一個換匯的一個匯率。支持的主流貨幣哈，支持60多種貨幣的兌換哈，可向全球170多個國家付款，這個是非常強的。在這個裡面呢，還有就是付款功能哈，它可以用來給全球的供應商、員工、自由職業者發起單次轉賬，也可以進行批量付款或者自動轉賬啊。你可以創建新的收款方哈，選擇不同的付款方式，比如說跨境銀行付款、空中雲匯支付、本地付款方式或者某些地區的本地銀行付款。那在這個裡面，你還可以查看到付款的限額、設置審批流程以及設置退款時使用哪些幣種退回。下面就是一個卡片管理啊，卡片管理呢可以管理企業卡和員工卡。可以看到啊，它是接受這些國家和地區刷卡支付和本地支付啊，支付寶這些啊 ，PayPal 這些它都是支持的。好，下一個就是賬號的安全哈，賬戶的安全哈，這些該設置的啊，這些你全部去把它設置好。在這個安全裡面呢，一定要開雙重認證哈，因為這是企業資金賬戶，不是普通的工具賬號，安全一定要放在前面。所以整體來看呢，其實空中雲匯後台的操作邏輯還是比較清楚的哈。無論你是添加資金還是轉賬還是提交費用、創建賬單，還有團隊管理權限，都可以在這一個控制台裡面來完成。那麼在賬戶安全這裡哈，建議大家一定要去進行實名認證一定要雙重認證哈，因為這個是企業資金賬戶哈，它不是普通的一個普通工具賬戶，安全一定要放在最前面。那雙重認證呢，異常提醒權限分級這些大家都要認真去設置一下，不要所有權限都集中在一個人的手裡面。雙重認證呢，異常提醒還有包括權限的一個分級這些建議大家都要認真設置，不要把所有的權限都集中在一個人手裡。所以我們整體來看其實這個空中雲匯的後台它的操作邏輯呢還是比較簡單清楚的無論你是增加資金，還是發起轉賬還是這些提交費用創建賬單還是管理一些團隊的權限都可以在這個控制台裡面來完成包括這裡一個卡片的一個管理。其實我們總結一下空中雲匯它的一個缺點先說優點。相比傳統銀行空中雲匯不需要繁瑣的跑線下的網點也不需要處理大量的紙質的材料對於數字化的企業，尤其是跨境電商賣家來說呢，這一點非常方便。第二點就是它的這個界面呢非常的簡單，後台呢左邊是功能的菜單右邊是具體的內容，即便你不是財務的專業人員，也可以比較容易理解這每個功能的一個用途這裡其實你看一下每一個都進去詳細看一下你就會了。第三就是它的國際轉賬和換匯成本呢相對更可控。第四就是適合中小型的一個跨境賣家如果說你的企業剛起步或者正在從小團隊往全球業務發展，你最好你最需要的往往不是貸款也不是它的信用額度比傳統銀行功能呢它會更快更低成本換匯，更方便付款，更清楚對賬。那麼還有一個呢，就是企業卡和虛擬卡功能的使用如果說你是香港等支持企業卡功能的主體，那麼你可以給你的員工成員開虛擬卡或者實體卡，並設置每張卡上面的一個消費上限。那麼如果投放廣告需要一張卡，訂閱軟件訂閱一張卡，那差旅費一張卡，每張卡的用途分開，那麼它的支出都會非常的清楚。第六呢，它就是適合全球團隊和遠程協作如果說你的供應商在海外員工在海外，那麼你經常和自由職業者合作，那空中雲匯呢，它可以把款報銷審批核算集中到這一個後台，減少溝通成本和對賬成本。
那麼第7就是它合規體系比較完整。那對於企業做全球企業、全球業務來說合規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體系本身就是圍繞全球企業資金管理和合規需求設計的。當然它還有一個缺点就是它不是傳統銀行，所以你不要把它當成一个功能完整的一个商業銀行來使用。比如說企業貸款、透支儲存利息、信用額度這些傳統的一些銀行功能它不一定提供。當然它也有缺點。第2個缺點就是它主要是面向企業用戶如果你是個人想要用它來管理個人的資金，那這個工具並不太適合你它更適合有公司主體的個體工商戶，明確呢有跨境業務需求的賣家。第3呢，不是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完全開放那空中雲匯呢，它有的地方呢還是不支持的但是呢他們也正在進行一個完整。所以呢大家在注冊的時候呢一定要先看一下你這個國家這一定要先來看清楚你的所在地公司主體所在地以及業務類型是否符合要求。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它沒有一個線下的網點它所有的業務都是在線完成的。對於習慣線下去面對面辦理業務的人來說呢，可能剛開始還不太適應但對於做跨境電商獨立站遠程團隊的數字企業來說呢，這反而是一個優點因為整個流程呢會更輕更快。那麼到底要不要做空中雲匯？如果你的企業有全球客戶海外供應商、海外的員工，或者經常要給自由職業者付款，並且你每次都被高額的手續費到賬的延遲、對賬的混亂搞得頭大，那麼空中雲匯就非常值得你去了解一下它的相關註冊鏈接我放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如果說你是做跨境電商做獨立站創業者，想要收款換匯付款對賬流程也更簡單了，或者呢你正在做一個全球化團隊，想更好的管理支出和預算那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那這個空中雲匯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如果說你只是想找一個傳統的銀行賬戶想找一個銀行賬戶，又或者你是獨立站創業者想要收款換匯付款對賬流程更簡單那麼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如果說你想找的是一個傳統銀行賬戶希望開信用卡申請貸款拿信用額度預存利息，那空中雲可能不太適合你。它的目的不是替代所有的銀行功能，而是把全球企業資金管理這件事情做得更高效。現在如果說你正在做跨境電商覺得收款慢、換匯麻煩、付款流程亂、財務對賬痛苦，那你可以先從這種基礎套餐開始了解一下這個空中雲匯。那麼在正式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確認3個東西第一就是你的公司主體所在地呢是否支持開戶。那第2就是你常用的收款、換匯、付款、企業卡功能分別怎麼收費。第3呢，你現在的業務規模到底是適合免費的，還是需要這個高級一點的套餐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它下面也有相對的一些功能。還有呢，你現在的一個業務規模到底適合免費基礎套餐，先看一下適不適合。還有呢，是一個團隊管理的一個付費套餐那它這裡面當前的它訂閱費用呢隨時會更新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現在的價格和你看到的價格有所不同，那麼你直接以這個官網的最新價格為準。這個要在正式使用之前你自己需要先確認一下這3個東西。這兒包括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它都是有更新的它的一些支付工具和金融工具的費用呢經常會更新所以大家也不要光看之前的一些舊的教程。所以这兒我們一定要以官網最新的價格頁和費用表為準，包括它裡面的這些卡片企業卡呢盡量專卡專用，廣告投放一類訂閱一類差旅一類這樣月底對賬呢就更輕鬆更乾淨。還有包括呢這裡面它的一個權限可以看一下，一定要分級付款和審批，不要一個人全包尤其是團隊變大以後，這點非常重要。還有像這些雙重認證這些你一定要去好好把它該驗證的驗證一下。還有這些合規消息裡面呢，就一定要如實填寫你的主體你的業務你的國家地區受益人的信息都要真實準確。那麼千萬不要為了省事兒去亂填。OK， 那今天的視頻呢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如果你對空中雲匯感興趣這裡相關註冊鏈接大家在視頻下方的描述欄和評論區置頂評論區去找到。
如果說你還想了解更多的跨境電商知識，记得訂閱郁金香的頻道啊，你也可以有很多一些關於跨境電商的相關的一些教程有需要的夥伴可以來到我的頻道首頁来去找你相關的需要什麼教程，你可以在这裡搜比如说獨立站搭建這裡面就有這個 Shopify 獨立站怎麼搭建都是非常詳細的一些教程。那这儿平时好用的一些工具我也放在视頻下方的描述欄和置頂評論區。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呢对你有所幫助我們下期視頻再見。